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Jack。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探讨鹦鹉为什么会爱咬人呢？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啊，其实每一种的动物啊，它们都是会咬人的，不只有鹦鹉会咬人，小型的像老鼠啦、像乌龟啊，它们都有可能会咬人。而且小型的鸟类啊，像软嘴鸟啊、八哥啦、金丝雀啊。这些鸟类呢，只要是动物，都有可能会有咬人的现象。只是呢，因为鹦鹉的嘴巴比较大，当它们呢在咬人的时候啊，人呢可能就会有破皮啊，甚至流血的情况发生。鹦鹉呢，它们大部分都是用嘴喙来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像我们之前影片里面有讲到，鹦鹉吐尿的这种行为啊，其实也是利用嘴喙呢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去了解呢，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其实也是一种求偶示好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呢，鹦鹉咬人的原因，除了主动攻击人以外，大部分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受到惊吓，或者是因为好奇而去咬人。嘴巴呢是鹦鹉类唯一的武器，所以他们在遭受攻击啊、争夺地盘的时候，通常呢都是利用嘴喙去做攻击。就算你今天养的是宠物鸟，已经有被驯服过的鹦鹉呢，它依然呢可能都会因为不安、因为恐惧而去有咬人的行为。再来啊。鹦鹉呢，它相较于其他的鸟类，我们都知道啊，像非洲灰鹦鹉啊，它的智商有可能会到5岁小孩的智商；大型的像金刚鹦鹉呢，它甚至呢有高达7岁小孩子的智商。它们的智商呢非常的高，所以它们在社交行为上呢，也会比一般的鸟类甚至一般的动物呢来得明显，记忆力也非常好。可能呢，你有一次对它比较凶，那在它们的心里面呢，它们可能就会记仇。如果呢，你对其他的鹦鹉比较好啊，有些鹦鹉甚至还会有吃醋的现象。当然呢，这种高智商的性格呢，也造就了他们会认人的能力。以非洲灰鹦鹉来讲，他们一辈子呢，几乎就会认一个主人。他们把一个人呢认定为主人之后啊，其他的人他都有可能会攻击。也有很多时候啊，发生一种情况，就是呢，灰鹦鹉啊，他去认定一个主人，反而呢，每天在帮他把屎把尿的人呢，他会去攻击他，会对他呵斥，他对他反感。而他认定的那个人呢，他会向他示好，他会向他撒娇，这就是呢在鹦鹉高智商的部分衍生出来有别于一般动物的特别性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哦，我们看到一只很可爱的鹦鹉站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认定呢它是一只非常乖的鹦鹉，而此时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手去触摸它，会想要跟它玩。当他不认识你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张开他的大嘴去做呵斥的动作。通常呢，当他把他嘴巴打开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我们的反射动作，我们就会马上的把手抽回。而在这种互动的模式之下，鹦鹉会认为说，其实你是想要跟他玩，你去跟他互动，然后他给你这种反馈的时候，你的手就缩走。他会把这种呵斥，还有人类把手缩回，把它联想成一种与人互动的模式。而久而久之呢，他把这个认定为一种好玩的游戏。当他呵斥，你就把手拿开；当他呵斥，然后你又再把手拿开。长期下来呢，它就会变成一只很喜欢咬人的鹦鹉。如果你今天家里养的是小型鸟啊，比如说小鹰啊、玄凤啊这种小虎皮鹦鹉啊，这些小型鸟来讲，如果呢它们今天有咬人的现象啊，其实呢你可以先尝试啊，你先不要在这么快的速度呢把手抽回。我们运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互动模式呢，去改善它咬人的现象。当它咬你的时候啊，你没有快速的抽回你的手，它心里就不会把咬人还有与人互动、与人游戏的这种模式呢联想在一起，然后它就会慢慢发现呢，咬人呢好像不这么管用了，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吸引主人的注意了。这跟我们之前影片里面有讲到，鹦鹉在乱叫的时候啊，我们人就靠近，然后人靠近之后，它就可以得到主人的关爱。而他人一走之后，他就会想要再大叫，他依然呢会想要把人找回来。这种行为模式啊，我们可以在大型鹦鹉上面呢做一些调整。然后以下呢，我会给大家一些中大型鹦鹉训练上面的一些建议，让大家思考看看。还有中大型鹦鹉呢，他们在咬人的时候啊，这些心理状况啊，做一些推论。第一种呢，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鹦鹉啊，它在咬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探索性的。那我们第一种要介绍的就是探索性的试咬。这种探索性的试咬呢，通常呢，它不会咬得太大力，它好像就是轻轻的含着。有养鹦鹉的人呢，应该都有这种经验。然后这个时候啊，它其实啊，有时候是在试探你的底线。他想说，这种力道呢，你会不会有反应？那如果我再加重一点呢，你又会有什么反应？它就好像是狗鼻子一样，狗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它都会去闻闻看，说这个味道，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
然后去试探一下这个地方的安全性。那鹦鹉也是一样，他们利用他们的嘴喙呢去做摸索，他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人呢会不会攻击他，这个人对他的态度是如何。他们呢其实只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可是之后呢，你就要慢慢的减少啊轻咬人的这种行为啊，免得呢之后变成一种习惯。他只要看到人就想张嘴，那其实呢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事。第二种鹦鹉咬人的心理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无聊想玩。他们在笼子里面久了，他们如果没有常常呢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他们的智商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可能会感到无聊啊、焦虑啊。此时呢，他们可能就会用他们的嘴喙去吸引人类的注意。那这个时候呢，主人呢应该要提供他一些干净卫生的一些玩具，像之前影片里面有讲到的玩具啊，树枝啊、纸箱啦、纸屑啦，这些无毒啊、干净的东西，让他们啃咬，让他们去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有减缓了他们在笼内的压力。如果呢没有给他们这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呢，他们可能就会衍生成拔毛。然后主人呢也可以尽量呢运用一些树枝啊，一些比较互动性的方式，间接互动的方式呢，跟鹦鹉做游戏，跟鹦鹉玩。而如果你坚持的想要用手跟鹦鹉做肢体上的接触的话，而鹦鹉呢又有大力咬你的现象，那以上我也会分析呢几种建议让各位做参考。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美国的兽医界啊，他们比较会去推荐的方式，可能跟美国的社会的文化有关，还有美国的教育态度有关。第一种方式呢，如果他们咬你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呈现弱势的方式。当他们咬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感到疼痛的时候，就表现出疼痛的表情或者是哀嚎。可是这种方式呢，有可能会导致以后鹦鹉变本加厉，鹦鹉越咬越大力，甚至呢咬人这种情况频频的发生。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呈现强势。相较于第一种的训练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比较像是跟鹦鹉的怜悯心有关。当他听到你的哀嚎或者是你很痛苦的表情，鹦鹉有可能会收手。但是呢，这个其实啊跟鹦鹉的个性也有些关系，并不适用于每一种鹦鹉，也是要针对呢每一种鹦鹉的个性啊，然后我们去慢慢的调整。第二种方法呢是比较强势的方法，跟第一种方法比较不一样。第二种方法呢，当鹦鹉在咬你的时候啊，有些人会建议说，轻弹鹦鹉的嘴喙，并且呢，在此时告诉他不行，让他把不行的这个声音啊，这个意思，还有被弹嘴喙这种反应呢，把这两种关系呢连接起来。当他以后啊，在听到不行的时候，因为平常的训练呢，当他听到不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接下来呢会过来的就是被处罚、被弹嘴喙，或者是被责骂等等这种行为。所以当他听到不行的时候，他就会停止以下的动作。但是这种方式呢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的，鹦鹉啊它其实是会记恨的。所以当你弹它的时候，你有可能弹得太大力，你有可能会造成鹦鹉啊，它心里呢，它觉得说这个主人他对它不信任呢，有可能一夕之间呢，就会把你们以前建立的信心、建立的信任呢给破坏掉。它有可能呢会讨厌你、记恨你。而在这种方法里面啊，有些人也会利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去教育鹦鹉。比如说，当他在咬你的时候啊，就把他的点心拿走，把他的玩具，把他喜欢的玩具拿走，利用这种处罚的方式呢，让他跟咬人的行为产生关联。但是这种方式啊，有些智商不够高的鹦鹉呢，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啊，去懂这个逻辑在哪里。那其实如果他不了解的话，那这个训练方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两种，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探索性的啃咬，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无聊啊，他因为焦虑啊而用嘴喙去攻击人。那我们接下来讲到第三种，第三种呢就跟他们的心理状况比较有关系。根据马斯洛的自我需求中的爱与隶属需求，在鹦鹉的心理学里面也是相当适用的。那动物行为学里面呢，有些鹦鹉啊，它看到你去接触其他的鸟儿，它看到你呢对别人比较好的时候，它心里啊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它现在已经得不到主人的关爱了？此时呢，他就没有办法满足他心理的需求，他甚至呢会用一些比较情绪性的大声鸣叫啦、咬人啊，去发现呢他们自己心里呢需求不平衡的这种问题。那我们呢要怎么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自己的鹦鹉啊多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多多让它晒太阳啊，然后带它出去走走，然后呢多多的扩展它的生活圈。
不要让它把它的饲主当做它生活的重心，然后渐渐的呢，让鹦鹉去交朋友，让鹦鹉呢去认识那些你平常生活圈呢会接触到的人，这样子呢就可以比较避免鹦鹉把你占为己有的感觉。那接下来讲到第4种鹦鹉可能会咬人的原因哦。那第4种呢，要介绍的是防卫性的咬人。防卫性的咬人呢，包括呢，他们感到害怕啦，感到恐惧啊，或者是呢，在繁殖期的时候因为护巢的这个行为呢，而去咬人、攻击人的现象。像之前呢，影片里面就有讲到，发情期的鹦鹉它因为呢身体荷尔蒙分泌的关系呢，它在发情期的时候它的性格会变得比较奇怪，它会比较喜欢呢去咬人。而这一种防卫性的咬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和尚鹦鹉。和尚鹦鹉呢，它的防卫性、它的地盘性呢，其实是蛮强的。有些养和尚鹦鹉的主人应该都知道，在和尚鹦鹉的笼子呢，其实有时候呢是不允许其他人去靠近的。有些客人来玩的时候，如果碰触到他的笼子，甚至是主人碰到他的笼子，他心里呢可能也都会不平衡，他可能呢都会想要有咬人的现象，他不想要其他人呢去靠近他的笼子，更不要说繁殖期的鹦鹉了。为了保护他们的巢保护他们的家人而不想要让其他的人类其他的生物呢去靠近他们的地盘。那害怕咬人的鹦鹉呢，通常呢都是发生在一些新进的鹦鹉，比如说我们今天新养了一只鹦鹉呢，而我们要跟它慢慢建立关系的时候，这段期间呢，鹦鹉咬人的行为呢会更加的明显。你呢要渐渐的跟它熟悉。还有你在跟鹦鹉互动的时候，其实你的角度也可以注意一下。你如果呢把鹦鹉放在你的手上，你跟它平视的时候，其实呢，在心理上面，他感觉呢，你是跟他是平等的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呢，你把鹦鹉放在比较低的位置，而你去用高的姿态呢对鹦鹉讲话，那这个时候呢，鹦鹉就会感到害怕，它就会感受到人类好像是用比较威吓、比较严厉的方式呢去对它讲话。那这个时候呢，当然鹦鹉的心理呢，它就比较不平衡，它可能呢就会比较抵抗人类，比较会有咬人的现象。那我们在跟鹦鹉互动的时候它的视线呢，如果是比人还要来得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鹦鹉呢，它会用比较高姿态的方式呢去跟人互动。鹦鹉用高姿态的方式呢跟人互动也不是我们想要乐见的。因为呢，我们在训练它的时候它可能呢就比较不想要听人的话。我们在跟它讲话的时候，它也比较没有办法专注在人类的话上面。即使有些小型鹦鹉呢，它可能智商没有那么高，听不懂的人在跟它讲的话的意思。但是呢，它依然可以从一些语气、一些语调当中呢，去感受出人类的情感，感受出人类想要表达的感受。所以在跟鹦鹉互动的时候我们要尽量保持平视的关系，眼神呢，还有位置跟它是平视的关系，让它感觉呢，你跟它是对等的关系。你在讲话的时候它也比较会有办法吸收。然后呢，你在跟它互动的时候手呢也不要太过于大力打它的这种动作。因为呢，在他的眼睛里面，当他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他第一个的感受一定是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他建立信心，要跟他建立感情呢，就比较困难。当然，在咬人的行为也会更加的明显。他看到你的手的时候，他就会把你要打他这种行为给联想在一起。那你要训练他不咬人，那其实就更加的困难了。当我们在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呢，去拿取太大的物品。比他身体的体积还要大的东西呢，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们心理的一种压力。还有红色的东西其实在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出来，他们就会把它视为危险状态。在动物的反应上面呢，都会把它跟危险、把它跟死亡给联想在一起。所以在跟鹦鹉建立关系的时候，也可以尽量避免呢红色还有大型的物品出现。有些鹦鹉呢，它生气而咬人的这种行为有时候都是饲主跟它其实玩过头了。因为呢，有些鹦鹉的底线呢，就是背啦、脚啦。它如果跟你没有足够的信任的时候，像我听过鸟友的鹦鹉呢，它们呢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主人摸它的背，它摸它的头跟它撒娇跟它互动，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饲主碰到它的背的时候，鹦鹉就会给它极大的反射，有时候是大叫有时候是咬人而我们也要知道鹦鹉的底线在哪里，而跟鹦鹉呢互相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然后才可以大大的避免鹦鹉咬人的行为发生。如果你家的鹦鹉呢，它是时不时的就想要咬你一口，这个时候呢，它是比较没有原因的想要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发现呢它在咬你，然后你用以上的方法呢都没有什么效果的话，
你要做的呢，就是立刻停止跟它的互动，然后将它呢关回笼内。你应该要向它传递的是你的漠不关心，你的不在乎。但是注意啊，你千万不可以用生气的态度呢去跟鹦鹉互动，因为前面有讲到鹦鹉的高智商呢，可能因为你的生气，可能一夕之间呢就毁了你们以前建立的互动与信任关系。不要因为他做错事了，而就让他感受到你不爱他了。他做错事的时候，但是他仍然呢有办法感受到主人对他的爱，只是在教育，而非讨厌，而非厌恶。这才是呢比较有效的策略哦。当鹦鹉在乱咬的时候啊，千万不可以用暴力与强制性的手段。什么是暴力与强制性的手段呢？包含呢大力的摇晃，甚至是关紧闭的手段与行为。这些行为呢，都是带有强制性还有暴力性的。而在鹦鹉的心里面呢，他们可能呢就会对这种惩罚产生抗拒，甚至抵抗。而这种暴力的行为啊，更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他因为要阻止你去攻击他，而他变本加厉的要回击你，而同时啊，他也对你这个人啊产生恐惧了。所以主人呢，在跟鹦鹉互动啊，在跟鹦鹉训练的时候啊，也要用对方法，而站在鹦鹉的角度思考，三思而后行，而去考虑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行为啊，对鹦鹉会产生什么影响？有效的、有策略的呢，去训练我们的鹦鹉，让它感受到它对人类呢是可以信任的，而我们主人呢，也并不想要它有咬人的这种行为。用以上的方法呢，去慢慢导正鹦鹉喜欢咬人的习惯。相信在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啊，大家在平常跟鹦鹉互动的时候呢，也可以更有策略啊，更有方法的训练鹦鹉。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我是 Jack，我们下次见喽，拜拜。